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WC Channel， 一个希望你的 iPhone 技巧变强的频道。这个影片要来介绍 iPhone 超赞的秘技10招，所有的秘技通通列在这里，包括截图、Safari、移程式、录影、计算机、蓝牙小工具、换图示以及缩短 email。虽然说这里是10个秘技，但是事实上有些秘技里头还有小秘技，所以这个影片会介绍超过10个以上的秘技，让您看完这个影片之后瞬间变成 iPhone 高手。如果您还没订阅本频道介绍 iPhone 相关的秘技、攻略以及相关的资讯科技趋势，你的订阅就是本频道进步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如果还想学更多的 iPhone 秘技，都在。好，首先来介绍第一个秘技，截图。相信各位都会截图，使用的方式非常简单，侧边按钮加上上方的音量按钮，同时按下去就可以截图。另外可以使用 Siri 的方式示范截图，完成。那 Siri 就会帮你截图。那另外在本频道的原矿文字影片里头也有介绍如何用捷径来截图，如果你不知道可以参考那一个影片。在这个影片里头我要介绍的截图是多截图以及长截图。假设说我想要截图我这里所有的主画面，总共有4个页面，那这4个页面如果我不知道多截图，我就会一张照下去之后储存，照下去储存，照下去储存，浪费时间。如何快速的多截图？使用方式：侧边按钮跟上方按钮同时按下去，接下来往左滑，再按下去，再往左滑，按下去，通通按下去之后，在左下方它就会汇整出4张所有的截图。这4张截图的好处是我可以同时的编辑，另外我分享的时候按下分享按钮，我可以4张截图同时一起分享，一起运作。那最后呢，如果我把它按下完成，我可以储存到照片里头或者是档案里头。现在我把它打开我的照片应用程式，现在这下面就有4张刚才的截图同时储存在相簿里。另外在秘技1里头还有一个小秘技，就是长截图。有时候浏览网页，这个网页非常的长，所以在浏览网页的时候，事实上在截图有一个小技巧，让你一次的快速涵盖了整个内容。现在做示范，使用方式一模一样，侧边按钮跟左上方的大声的按钮同时按下去，截图跑出来，点选，在右上方这边就多出了一个选项，叫做整页，点选整页，那这样子就会出现整页的长截图。这个档案是 PDF 的档案，所以是一个文件，它不是照片。那这个长截图你可以编辑，你可以分享，那当然你也可以储存。那如果储存的话，它只能储存在档案，因为它是一个 PDF 的档案。所以我现在储存到档案，我储存在下载项目，储存完之后，我现在到档案里头，点选下载项目，这里。那这种方法只能适用在浏览器里头， Google Chrome 还有 Safari 都有支援这种截图的方式。不过有些第三方的 Apps 有支援浏览器以外的长截图方式，我这里只介绍官方所使用的方法。接下来秘技2，截图编辑。在截图里头，我们可以去编辑我们截图下来的东西。这里头有2个小秘技，包括不透明度以及放大镜。使用方式，好，我开启浏览器，我想要截图这一张图片，侧边按钮加上方按钮，点选截图，下面这边你就可以来编辑，你可以画图案，你可以插入这个正方形、长方形，你可以更改颜色，那你也可以把颜色涂满，按下这个按钮，那你可以涂满颜色。但在这边我所要介绍的是，当你截图下来之后，你按下加这个按钮，这里头会有2个叫做不透明度以及放大镜。
只有在截图的时候才会出来。如果你在照片的时候只有放大镜，不会有不透明度。点选不透明度，现在这个图片是这个样子，在下方你就可以调整透明度。我现在把它调大一点，你看现在这张图片就变成比较没有那么透明。我们截图的目的是想要强调某一件事情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用不透明度搭配放大镜来使用。我现在按下这个加，点选放大镜，这样子就会多出一个圈圈，这个圈圈就是放大镜。你可以移动这个圈圈来聚焦你要强调什么事情。譬如说我想要强调3月8号好了，我就可以移到3月8号。那在这个放大镜里头还有2个小圈圈，分别是蓝色的圈圈跟绿色的圈圈。蓝色的圈圈是范围，譬如说在这里我点选这个蓝色圈圈，我就可以调整这个范围，我所要放大的范围是哪些，我就可以调整。我可以放比较小一点，我可以放大一点。另外一个绿色的小圈圈是拉近或者是回到原本的距离，所以在这边我就按下绿色。当我在旋转这个绿色的这个圈圈的时候，它就会有拉近跟回复的效果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就可以透过放大镜以及不透明度来聚焦放大我所要强调的内容。可以按下完成来储存到相簿或者是档案里，我就储存在相簿。接下来我来看看这张相片长什么样子。那这一张照片很明显的就是要强调3月8号的苹果发表会日期，这个就是不透明度以及放大镜的小秘技。接下来的秘技3是 Safari。Safari 在我的频道里头有一集有介绍，这个影片是个完整的攻略，包括很多的隐藏秘技，但是在这个影片里头有2个小秘技没有提到，在这边我补充。首先第一个是寻找网页的内文，另外一个是一次删除多个网页。我来做示范。首先开启 Safari， 有时候在浏览网页的时候，我们只是想要找到某个关键字，麻烦你在下方这边有个分享按钮，这里会有个选项叫做在网页中寻找，点选这个选项，这样子你就可以搜寻里头的关键字。举例来说，我来搜寻，好，我搜寻了 event 之后呢，你看只要是被搜寻到的都会显示搜寻的结果。在这边有9笔，我可以按下或上来找其他所搜寻到的文字，像这一个这些通通都是我刚才所搜寻到的。那另外一个小秘技要分享的是一次删除多个网页。有时候我们开启了太多的网页，举例来说，我现在到我所有浏览的网页，这所有的浏览网页里头，我总共有27个。我如果要删除的话，我可以一个一个删，像我在这个影片里头有介绍快速删除的方式。但是如果你想要一次全部都删除，可以使用这个方式。回到刚才的页面，这里有一个分页的按钮，按住不要放，这里头就有一个选项叫做关闭全部的标签页。如果你点选下去之后，所有的网页通通不见，但是有时候你想要留下其中一个网页就好了。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，你可以删除掉所有的网页，留下你所要留的网页。譬如说在这边，我想要留下这个网页，就点选它不要放。那在这里就有个选项叫做关闭其他的标签页，所以这个网页会被留下来，其他的标签页通通被删除。接下来来到秘技室，秘技室是移程式的技巧。很多人在移程式的时候都会用挤的方式，我来做示范。我想要移相片的应用程式到下一个主画面，我可以按住，然后呢开始在这个萤幕的边缘一直挤一直挤，用这种挤的方式来移除你的应用程式。这个方式是可以使用，但是呢有时候就是不方便，挤来挤去不能挤到自己想要的位置。事实上如果你可以用你另外一只手指来操作，会非常的方便。比如说我的相片现在在这边，我用另外一根手指，我就可以这样滑这样滑这样滑，这样子的话稳定度会提升很多。另外还有一个小技巧可以分享给各位，有时候我们想要从主画面来移除这个应用程式，我们可以点选，然后点选从主画面移除。那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来使用，就是你点选了之后往左滑，在这边你只要一丢，它就会自动的分类回去了。
这个就是移除以及删除的一些小技巧。好，接下来来到秘技5，隐藏录影。有时候我们录影的时候不想要被人家发现，那我们录影会有一个限制，就是只要你移到另外一个应用程式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关闭。我先来示范，我开启相机，使用录影。那当我在录影的时候，只要我离开相机的程式，它就会关闭起来。我现在打开，它就已经被关闭了。或者是我如果移到其他的程式，它也会关起来。我来示范，现在录影中，我如果移到其他的程式，它就已经被关闭了。所以有没有办法可以在录影的时候，然后在背景隐藏的来录影呢？这里来做示范。如果你想要隐藏，不希望人家发现说这个荧幕正在录影中，你可以使用控制中心，就可以盖住你的录影的画面，这样子人家就不知道你在录影。你可以假装在使用控制中心，但事实上你在背景录影。在录影的时候，你不要按到其他的程式，你可以做一些调整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不要到了计算机、钱包这些应用程式，如果你到应用程式，它就会被关闭起来，所以要小心。好，我现在回到录影画面，你看它还在持续的录影当中，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，我们可以把它隐藏起来，假装在做其他事情。接下来第6个秘技是计算机。首先开启计算机的应用程式，你可以使用工程计算机。首先来到控制中心，先把直向锁定取消，接下来回到计算机程式，将你的手机往横一放，你的计算机就瞬间变成了工程用的计算机，里头有更多的按钮功能来可以使用。另外一个计算机也有回上一步的功能，你可以按下你所想要计算的数字，但是如果你不小心按错了，你要回上一步的方式就是往右一滑，或者是往左一滑就可以了。用一根手指往右滑，往右滑，往右滑，或者是往左滑，往左滑，通通都可以使用。所以如果你不小心打错字，不用重来，回上一步，再继续来打，回上一步。OK， 所以这种方式就可以避免说你要重新计算。秘技7，修改蓝牙名称。当你有买一个新的设备要连接蓝牙的时候，蓝牙名称往往都会很难去记。设定，点选蓝牙。举例来说，这边我有一些蓝牙设备，有部分的我已经更改名称，所以这些名称非常友善，像是 AirPod、Apple Watch、CarPlay， 但是有几个名称并不是那么的友善，像是第1个或者是第2个。所以如何更改名称呢？使用方式，首先请你先连接到你要配对的设备。举例来说，我现在我的第2个是 Bluetooth 5.1 Keyboard， 我把它连接起来。好，我现在已经连线成功，所以它显示已连线。当你连完线之后，你就可以更改名称，点选旁边的 I 小图示，选择名称，譬如说我就把它改成CWC Keyboard， 这样的话呢，就很清楚的了解这个设备是什么了。完成了之后，按下完成按钮，这样子你的名称就修改完成。回上一步之后呢，你只要连接到这个设备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的名称就是你所修改的，这样子就很容易清楚的知道你这是哪一个设备。所以我的第1个设备，我也可以透过同样的方式来修改名称。这是秘技7。接下来秘技8是小工具堆叠。那小工具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在使用，它非常的方便，可以很快速的呈现一些你所想要知道的资讯。举例来说，在我的另外一个主画面这里有6个小工具，那这样的排列方式有时候非常的占空间，有没有办法把它集中在一起？这时候你就可以使用堆叠的小秘技，把它叠起来之后，你就可以去滑动它来看你所想要找的资讯。举例来说，在这边我有6个小工具，我就可以一个一个把它堆叠起来。使用方式，点选小工具，然后移动，它就可以堆叠起来。在它右边就会有多出了一个浏览的指示，让你知道说这里总共有几个堆叠。我现在再继续堆叠，时钟堆叠起来， Firefox 堆叠起来，还有这个月历我也把它堆叠起来。好，你看现在我就堆叠了很多的小工具，
这个堆叠的小工具必须要是同样的大小，如果像是这个的话就没办法堆叠。另外必须要知道的是总共有10个可以堆叠起来，如果超过10个你就必须要用在另外一个上面，譬如说这个我就已经达到了10个。那如果还要新增新的小工具，你就可以按住不要放，按下这个加的按钮，这里头通通都是可以做堆叠的小工具。那你可以点选你所想要新增的小工具，然后堆叠起来，这样子就不会占空间。举例来说，我想要新增雅虎这个新闻，那必须要选择相同的大小，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一个，因为这个的大小跟刚才的一样，所以加入小工具之后呢，按住不要放，拖拉它到刚才的小工具里头，这样子就可以堆叠起来了。另外呢，这个堆叠你可以更改它的顺序，当你点选下去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知道说它的顺序是怎么样子。那如果你要更改顺序，你可以调整往上是第一个，那如果你把其中的一个移到最下面，那它就会变成最后一个。 OK， 那另外你还可以做2个设定。那第一个是智慧型轮替开启，它在这个开启的轮替过程当中会根据你的需求而开启。另外一个是小工具建议开启，它会根据你常开启的或者是某个时间你会去开启的，它就会把它摆在第一个，让你知道说你可能会想要看这一个资讯。那这里呢你就可以开启或者是关闭。接下来来到秘技9，当你开启定位的时候，你就会有这一个图示。那我们可以把定位关起来，更改我们所想要的图示。譬如说你看我现在的图示变成爱心的图示，我还可以再改另外一个。那现在呢我又把它改成笑脸的图示，所以这个左上方的图示是可以透过一些小技巧来变化的。那这里就来说明如何使用。这个使用的技巧就在于专注模式。本频道有一个影片在介绍专注模式，如果你对于专注模式不熟的，可以看那个影片来了解如何设定专注模式。在这边我就快速做一个示范，来如何变换图示。首先到控制中心，点选专注模式。现在我是开启这个图示，我先把它关起来。在下面这里麻烦点选新增，按下自定，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图示，所以刚才的图示通通都在这边。那刚才我已经使用了爱心的图示以及这个笑脸图示，所以它已经没有在这里了。那你第一次使用的话呢，你会找到爱心以及笑脸的图示。那这里我就选择这个火的图示，你可以选择颜色。那这个颜色呢，在这个左上方图示是固定的，都是白色。接下来点选名称，你可以选择任何你想要的名称都可以。那这里我就打上 CWC， 再接下来按下下一步。在这里你可以加入允许的联络人，我们不希望限制有什么人不能打电话来，所以在这边来电你就可以选择所有人。我并没有要限制哪些人不可以打电话进来，所以我选择所有人。如果你有的话，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，按下完成。接下来按下允许，这里是允许的 App 通知，这个部分你不用做任何的变动，就按下允许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按下完成，再确认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没有问题的话呢，你的专注模式里头你可以点选，多出了刚才所设定的专注模式。但是在开启之前，你必须要先把定位关起来，因为预设的图示其实是定位，所以使用的方式就是到设定、隐私权、定位服务，这里头麻烦你关掉定位服务，关闭。当然你关闭掉定位服务会有些不方便的地方，譬如说你用 Google Map 的时候呢，它没办法定位你在哪边，如果你有些需要定位服务的，它都没办法使用，所以这是这个方法的限制。那现在把定位关掉之后，你发现的图示不见了。接下来来到专注模式，点选你想要的图示，譬如说我刚才所设计的火焰的图示。好了之后回来，你就会发现你左上方的图示就更改了，所以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图示。如果你有多个的话呢，你就可以选我有笑脸，那现在上面呢就变成笑脸的图示。不过再次强调，功能性会因此受限制，要不然没有定位有时候会蛮麻烦的，你自己斟酌看看。
这个就是秘技9。最后一个秘技10，缩短 email。你看这个图示，当我打上 AAA 的时候呢，我这个频道的 email 就自动的跳出来。毕竟 email 的输入有时候很麻烦，所以在秘技10要来介绍如何缩短输入 email 的方式。使用方式，按下设定，选择一般，点选键盘。在键盘里面就有一个叫做替代文字，这里头就是可以缩短你 email， 或者是你有常打了一些长句子的资讯，通通都可以在这里缩短。好，那示范一下，这是在上方有个加的按钮，点选字词，就是你原本的句子。以这一个秘技为例，就是我的 email。好，我现在就打上我的 email。打完了之后呢，在下面输入你想要缩短的输入码。在这边我就打上，譬如说 CCC 好了。当我每次打 CCC， 自动就会跳出我的 email 来选择，这样子节省很多时间。好了之后按储存，你这个 email 打你自己的 email， 输入码打你自己想要的输入码。当你打输入码的时候，不要打那种已经有的单字，尽量选择的是还没有的单字，像是 CCC。好，储存。储存完之后，你看上面就有 CCC， 然后替代文字。现在你可以来做个实验，在备忘录里头，你就点选 CCC， 这样子你会发现在打字的地方会出现你的 email， 点选，所以你的 email 就会跳出来。以这个范例为例，每次我打 CCC， 我就可以快速的输入我的 email， 这样子缩短你的 email，加快你的打字的效率。那事实上这个技巧在我的频道里头打字效率那一集有做介绍，那这一集我只是把它应用在 email 上面，你可以应用在其他的像是罐头简讯里头也是可以，你自己可以试看看。接下来我再做一个示范。好，我现在想要加入这个会员，那会员加入一定会有个栏位是你的 email， 这个打字啊太麻烦了，所以现在呢我就打 CCC， 我的电子邮件可以选择。你在这个栏位里头的空白处点选一下，它就自动的会输入了。好，这个就是秘技第10招。好的，所有的秘技全部介绍完毕，希望这些秘技对您有所帮助。如果这个影片还不错，可否按一个赞支持一下本频道？你的支持、你的赞、你的分享会有重大的帮助，感谢你的支持。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